移民智利有门道，4种途径任你跑。为什么要移民到这么遥远的南美洲呢？难道智利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智利称得上是南美的欧洲国家，无论在经济、治安、福利还是生活品质都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它的移民政策相对清晰透明，而且智利护照的国际通行力也很厉害哦。Hola，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智利这么好，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哪些方法可以取得居留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是花了2周时间做功课，整理出4种移民智利的方法，还发现一种门槛非常低的特别方法，让大家可以轻松地前往智利，长时间体验当地生活哦。这集内容真的是干货满满啊，赶紧开始吧 ，Vamos！在深入探讨4种移民智利的方法之前，我们先来暖身一下，了解智利居留权的游戏规则，这对于后续申请会有很大帮助哦。许多国家在申请永久居留权之前，都需要先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智利也是如此吗？ Bingo！ 想要在智利展开第2人生，第一步就是要先拿到临时居留 Residencia Temporal， 这种入场券有效期最长为2年，实际期限会根据申请类别而有所不同。持有临时居留入境智利后，乖乖在当地居住至少24个月，就具备申请永久居留 Residencia Definitiva 的资格啦。意思是说，这24个月都得乖乖待在智利，不能离开咯？当然不是了，偶尔出去放风是可以啦，但时间不要太长，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如果超过的话，申请永久居留的居住时间就要跟着延长，可能要住到30个月，甚至48个月才能符合资格哦。这部分务必查阅官方规定，才不会踩雷哦。那如果临时居留快到期了，可以申请延期吗？可以在到期前90天至10天内提出延期申请。那么成功获得智利的临时居留后，有没有规定要在什么时间以内前往智利呢？在电子许可证颁发后的90天内需要入境智利，不然就会失效咯。这点非常重要，千万要记得啊。那么入境之后就开始计算永久居留的居住时间哦。对啊，这段居住时间至关重要。在符合居住时间的条件后，你可以在临时居留到期前的90天内提出永久居留的申请哦。听起来蛮清楚的啦，还有其他要求吗？当然了，还有些基本条件，像是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等等，这些详细资讯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的官方网站连接中找到，有空记得去看看哦。获得永久居留之后，还有没有居住要求呢？如果连续出境超过2年以上，永久居留权将会被撤销，或者在期限届满前60天，可以向智利领事馆申请延期一次，有效期为2年。意思是虽然没有居住要求，但就不能连续离开智利超过2年时间哦。对啊，只要遵守当地法律，就不用太担心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目前最热门的4种获得智利临时居留权的方式吧。首先要介绍的是退休人士或收益者的申请方式，全称是 Extranjeros Jubilados y Rentistas。简单来说，就是给已经退休或是手头上有一些闲钱的朋友一个移居智利的好机会哦。一开始就讲退休，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吧？我们还没有到年纪耶。别紧张，别紧张，只是个名称而已啦。这个申请类别其实适用范围很广，它包含2种情况，一种是靠领退休金过活的，另一种是靠稳定的被动收入。那我懂了，退休人士就是在原居地开始领取退休金的人，收益者就是有银行存款、投资理财，或是当个快乐的包租婆，靠租金收入过日子的人哦。聪明，只要这些收入足够应付在智利的生活开销，就符合申请资格咯。那有没有规定说每个月至少要多少收入才行呢？关于这点，官方网站并没有明确列出具
具体的金额，只是提到金额标准由相关部门评估，可以推测这应该会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是基本生活开支来决定哦。这样说，要怎么判断收入足以满足在智利居住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很重要咯。没错，这的确是个重点。根据一些网络上的经验分享，有人说需要每月有2至3千美元的收入，也有人分享说1000至1500美元的月收入也能成功申请，甚至只要能证明过去12个月都有稳定来源也是可以的。感觉参考的范围都蛮大的耶，不过至少可以确定要有稳定收入这个条件，或者还可以参考一下目前智利的最低工资以及生活开支的估算数据吧。目前智利的最低工资大约为每月500美元，生活开支每人1035美元一个月。那么看来1500美元的收入就差不多了吧？在很多国家申请这种类别的签证，收入要求都是最低工资的3倍左右。对啊，这样推测也是蛮合理了。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家人的话，就要相应增加预算哦。那么这个签证会有年龄限制吗？毕竟名字听起来是给退休人士申请的嘛。这2种方式都没有特别的年龄限制哦。不过如果以退休的名义申请嘛，当然还是要符合你原居地对于退休的相关规定呢。还有需要准备哪些文件呢？文件部分，退休人士和受益者有些许不同，但有些是共通的，例如像是护照、原居地过去5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些都是必备的。这都是移民基本款啊。退休人士还需要提供退休证明，而受益者需要提供拥有这些资产的证明文件。但如果资产是在智利当地，那就可以免除这个文件啦。另外还要提供银行对账单，证明这些收入是稳定进账哦。那申请流程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护照从申请日起至少要有1年的有效期。如果文件不是英文或者西班牙文，那就需要经过翻译，再加上海牙认证。最后，文件的新鲜度也很重要。私人单位发的文件要在颁发后30天内提交，政府机构发的文件则需要在60天内提交哦。那么要在哪里递交申请呢？会不会很麻烦呢？现在很多手续都已经数位化啦，直接在智利移民局的网站递交资料就可以了。但要注意，申请人必须待在智利境外啊。听起来只要文件准备齐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啦。接下来聊聊移民智利的第2种方法吧。前往智利读书，边学习边拿居留，听起来怎么样？听起来超棒的呀！对于想一边充实知识，一边体验异国生活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哦。这种方式的正式名称是在国家认可机构就读的学生。简单来说，只要申请到智利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就可以申请这种临时居留许可证咯。所以是要先申请到学校才能办居留咯。对啊，就像看演唱会要先抢到门票一样，先拿到智利学校发出的入学证明才能入场哦。那申请地点有什么规定呢？这种学生签证嘛，也要在智利境外申请，申请好了才能入境智利。那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文件呢？移民基本款都是必备啦，护照、照片这些就不用多说了，讲讲最重要的文件吧。最重要的是由智利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发出的在学证明或者入学证明。有了智利学生证，就能开启新旅程。除此之外，还要准备财力证明，可以用银行存款定期转账记录，或是请在智利的亲朋好友写一份费用担保书，并经过公证，说明他有足够收入资助学费，或者有奖学金也可以哦。无犯罪记录不能少吧？当然啦，这都是移民标配了。准备好文件后，就可以在网上申请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智利读书之余，可以兼职打工赚点零花钱吗？根据规定，透过留学方式来智利的人，每周最多可以工作30个小时，不需要额外申请哦。听起来是不错啊，但是要怎样找到智利教育部认可的学校来就读呢？这应该是
是这个方法比较困难的地方吧？你说到重点了，我找到了智利教育部有公布过一份名单，就放在影片说明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链接看看哦。那么在智利边读书边打工度过2年，就可以符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资格了。对啊，这个计划不错吧？听起来不错，也要做好事前功课哦。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移民经验，顺手按个赞呗。半工半读的方式确实不错，感觉比较适合年轻朋友。但对于我这些年纪不上不下的老中来说，重返校园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有没有其他比较适合的选择呢？正所谓财通路通嘛，在智利进行投资也是可以获得临时居留权哦。一听就知道是最有老板架势的移民方式啦，好像要有很多钱才能办啊。要先冲到智利开一间公司，然后大傻逼一番才能申请吗？这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啦，其实并不是这样哦。根据目前的政策，你并不需要先在智利设立公司才能申请。真的假的？不用先傻逼，要怎样申请呢？需要在智利境外提出居留申请，并且证明有在智利投资的诚意和口袋深度哦。听起来好像除了要准备身家调查报告之外，还需要一份画大饼的商业计划书吧？你形容的真贴切啊！但是这个大饼可不能随便画哦，要有实际依据才行。那要怎样证明投资计划是玩真的呢？简单来说，需要一份由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颁发的投资意向担保函。听起来有点高大上啊，这是个怎么样的单位呢？会不会很难打交道啊？别担心 ，Invest Chile 是智利为了招商引资而设立的机构，主要任务是协助和审核外国投资计划。如果计划 OK 的话，就会发放担保函，真官方认证哦。听起来拿到这张担保函很重要，那么要投资多少钱才符合要求呢？按照目前政策，有2种投资方式。第一种是投资至少50万美元或等值的外币，这个投资是用于在智利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项目，也就是要做生意的投资。第二种是在一家已于智利设立的公司中持有至少10%的股权。这个投资金额对于被称为南美洲的欧洲国家的智利来说，好像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耶。不过第二种方式光听就觉得有点复杂。没错，相较之下，第一种方式比较单纯啊，只要证明你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这笔钱可以放在智利境内或境外。而第二种方式则需要提供更多关于你与智利公司之间股权关系的文件证明，手续相对繁琐一些。好像还是之前介绍的退休人士或收益者比较简单哦，只要达到收入要求就可以了。确实是啊，如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种方式会相对轻松一些。但如果有明确的投资计划，想在智利发展事业，那么投资移民也是不错吧。移民这件事情嘛，通常都是一家人一起计划的嘛。之前介绍的几种方式，好像比较少提到家人的手续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全家一起移民智利呢？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移民嘛，这个概念当然有考虑到了。智利移民法允许外国人以依亲身份申请临时居留，让全家团聚哦。白话一点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家人已经在智利合法居留，你就可以依附他们的身份申请居留。根据智利宪法第74条的规定，可以作为依亲对象的家人包括配偶或法律认可的伴侣、父母、18岁以下的子女、身心障碍的子女，以及未婚且未满24岁还在念书的子女。那如果家人已经透过其他方式移民到智利，例如留学或工作，那么也可以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申请吗？当然可以了，只要你的家人持有有效的智利临时居留许可，你就可以作为他们的依亲对象申请临时居留。无论他们是拿学生签证、投资签证、
退休或收益者签证原则上都是可以的。我想到有些国家在当地生小孩，孩子就可以直接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那在智利又是如何呢？小孩可以直接拿到智利公民身份吗？这个问题嘛，在智利就比较复杂一点，不像某些国家是落地即公民。有多复杂呢？根据目前的政策，如果父母是短暂停留、没有长期定居的外国人，也就是所谓的过境外国人了，那小孩出生时就会被登记为外国人的子女，在年满18岁后的1年内，可以透过国籍选择声明申请成为智利公民。原来还有这种规定啊！那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是长期定居在智利的外国人，生的小孩子就可以马上成为智利公民咯。没错，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是智利公民，或者是持有智利居留权的外国人那么在智利出生的小孩就直接是智利公民了。这是基于血统和出生地的混合原则了。那就是说，如果父母本来就没有居留权的话，又怎么证明是长期居留在智利呢？看来这条路走不通耶。所以才说生孩子嘛，这件事就在智利比较复杂了。讲了那么多种移民方式，但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有一种方法门槛非常低，能让大家轻松的前往智利体验生活吗？赶快介绍一下吧。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Permanencia Transitoria 许可证啦。这个名字听起来挺矛盾的啦，而且好像同时有暂时和永久的意思，让人有点 confused。 有没有比较好记的中文翻译啊？或者叫它短期停留许可证就很清楚了。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让你短期在智利啪啪走体验生活的许可证哦。啪啪走我喜欢。那申请短期停留许可有什么要求呢？只要是以观光旅游或者类似目的前往智利，而且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就可以申请这个许可证哦。所以这就像我们一般来说的旅游签证哦。说它是旅游签证也对，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个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可以长达10年，不过每次入境最多只能停留90天，但它可以续期一次，也就是说一次最多可以待180天。哇，最长10年有效期，那不就是个超长期限、多次使用的签证吗？这也是个不错的优点啊。没错，一次申请就可以长期使用，而且申请门槛非常低，你只需要准备有效的护照、证件照、财力证明，然后透过线上平台递交申请就可以了。总之就是证明你有足够的钱在智利吃喝玩乐就好了。可以这么说了。那么在智利旅游期间，可以顺便赚点外快吗？原则上是不可以了。意思是说台面下可以吗？不可以啦，但如果报酬是在智利境外获得的话，或者向国家移民局另外申请工作许可，但申请费可不便宜哦。好吧，那如果我本来只是想短期旅游，后来爱上智利想长期居住，可以把这个许可转换成其他类型的居留权吗？通常是不能转换，持有短期停留许可的外国人也不能透过生孩子来获得公民身份哦。这样看来，短期停留许可比较适合单纯的观光客，喜欢到处走的数位游牧工作者，或是去智利探亲访友的朋友咯。没错，这个方式非常适合想要经常去智利体验当地生活的朋友。搞不好去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新大陆呢，决定移民智利也说不定啦。而且智利的护照国际通行度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啊，吸引力超强哦。听起来真不错啊！我们频道会经常分享拉丁美洲移民资讯，记得按赞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ciao。拜拜。